Satalia Saoni Pagkasauta Kutulia Saoni Limoy sola limoy y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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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在2019年底的时候回乡，跟妈妈一起从事编织的工作。从小的话，因为在家庭环境，妈妈在从事编织工艺这件事情，所以其实从小就可能在我还没有意识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种下一颗种子。我觉得迟早都会要回来，只是就是早还是晚。离开这个环境，你会发现你的语言没办法跟家人沟通。离开之前，你可能还知道他那一整句话在讲什么，可是当你毕业回来之后，你会发现你只听得懂单字，就是你会发现你失去了很多。当我开始对于自己的文化想要去了解的时候，你越了解，你会发现你知道的越少。所以这个挫折感很重，就是你以为你了解你的文化，但你开始去深入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妈妈在学习编织的时候，雅基其实很开心，就是看妈妈在从事编织文化，因为其实这编织文化是有断层的。看着妈妈去了解、去开始进行编织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觉得很棒，就是你愿意来接这个文化。长大比较有想法的时候，就看着他们在对文化传承的这个编织工艺做一个努力，做一个寻找的时候，就发现哦，他们好辛苦，但他们的辛苦背后的这些知识或者是技法被保留下来，然后可以传给更多人的时候，会觉得很佩服妈妈在做这件事情。我姓林，我叫淑丽。我自己本身不是原住民，我是从北部嫁来的姨娜。我们讲姨娜是媳妇的意思。对原住民的文化有兴趣，所以当时就来南庄。那到这边了以后，因为自己有一些美工的背景，就想要在族群的工艺里面做一些学习。其实学习是一个过程啊，因为我们从20-30年前开始在做学习的时候，部落长辈他们其实有在织，但是就是织一般比较家里日常的布料，比如说芭乐的这一类的比较基础的布料。那后来呢，自己再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个进修跟学习，才慢慢把这一些知识做了一些累积。所以在这学习的过程里面，其实碰到的困难就是说，有很多老人家他并没有把比较繁复的织纹的这一些技术做示范，或者是说做教学。那我们只能从多方的去做一些学习，然后才慢慢把这样的技术再接回来。像这一支我刚才用手机的，因为也可以拿尺，那我现在身上没有尺，我就用手机去丈量它大概8公分。这个是苎麻，我们用它的皮取它的纤维作为我们的线的来源。我们苎麻取线的话，我们会先把它截取下来之后，我们会去掉叶子，然后我们就会用刮麻器夹住刮，然后就会留下我们要的纤维，然后再拿去晒。如果杂草长得比那个苎麻叶长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赶快来拔杂草，就是把它拔掉。回乡工作，因为是自己当
负责人，就是工厂负责人。然后回来之后，其实对于自己的时间的掌握要很清楚。毕业后有一段时间是回来的，所以在回来的那一阵子的时候，就是也是有跟妈妈学传统技术，所以在那时候跟妈妈合织了这一件北市裙的新娘礼服。我之前片，那妈妈织后片，我找一下我们的照片，这是我们一起合织这一块衣服的记录的照片，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它有2个意义，一个是将技术跟文化传承给自己的小孩，那另外一个就是母亲对于孩子的祝福。当你在这个编织的工艺里面投入了这20-30年的一个学习，它当然就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。所以当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的话，它就是自然而然的，就是你就会持续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。在以前的社会里面，你女孩子就是从小学织布，也是为了帮家人织衣服嘛。所以你回到初心，你也是为了家人去织衣服的这种想法。甚至就是你在自己要婚嫁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做一些就是新娘的服饰。那在生活织品区的这个区块，我们也以这个概念为家人织衣服。但是我们把传统转换到现代，毕竟时代不一样了。在现在的时代里面，我们用我们现代的方式去表现，但是技术跟图文其实很多还是来自于传统。就拍衣服这样，然后鞋子换这个，穿一下这个。爸爸妈妈他们把我取名叫李木云，一方面是希望就是可能未来可以过得美好啊，然后美满。好，感谢你，谢谢。